啊，先消费还是先投资呢？我问大家，富人是先消费还是先投资？我觉得呢是应该先投资后消费。我个人今天给大家分享就是我个人的一些例子啊。如果我出去看到有一个产品，哎呀，非常的棒，非常的好，比其他的竞争对手要棒的要命，我非常想要它，可是很贵，那怎么办呢？啊，我会不去马上买它这个产品，我会去研究它背后的公司，然后如果是值得投资的话，买这个背后的公司的股票，在股票市场里面赚到了钱了，把一部分的钱拿出来再去买它的产品，其实就是在我的消费全是我的投资里面赚回来的了啊！举个例子，最典型的例子，在 iPhone 刚出来的时候 ，iPhone 3的时候，哇，谁看到 iPhone 3都是很惊讶，因为 iPhone 3之前很少人看到啊，又可以放大照片啊，又可以这样做那个做啊，所以当时很多朋友都去买 iPhone 了 ，iPhone 也卖的不便宜，非常贵啊。我看到 iPhone 之后呢，流口水了。可是我没有买 iPhone， 我是去买了苹果的股票啊。如果大家查一查，09年的苹果的股票是多少钱啊？后来涨到11年、12年了，是不是啊？我在苹果的股票里面套现了一部分，把那些钱买我的手机和我的电脑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一辈子的 iPhone， 一辈子的苹果电脑，其实都是苹果的股票里面已经赚回来了啊。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很喜欢出去玩、旅游。那怎么让旅游啊有经费，所有的费用都是 cover 呢？啊，其实呢，我也喜欢研究股票啊，其中一个股票呢就是中国旅行社啊。当时候呢，哎，比如说啊，我要去温泉啦，我要去沙头坡旅游景点啦，我要去嵩山啦，啊，我要去韩阳的那个温泉啦，珠海的温泉啦，都好像有点内疚，经常去玩，是不是啊？所以呢，我就研究了中国旅行社的股票，哎，觉得它还有它的特色啊。当然，我在这里不是推荐大家去买中国旅行社，因为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因素要考虑啊，投资也有很大的一整系列的东西要考虑。我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后来看了不错的时候，我是很便宜买了中国旅行社，然后买了中国旅行社之后呢，我名正言顺去考察我的投资的公司了，是不是啊？所以我去温泉啊，我去沙头坡旅游啊，我去嵩山旅游啊，看他的文化节目啊，我去这个西安的旅游啊，等等等等。其实我是在做研究，是不是啊？当然是很享受的研究，很享受的工作了。然后我在中国旅行社赚到的钱够我一辈子去旅游了，不光是去内地大陆旅游了，也是可以全世界去旅游了啊！你看到，这就是平常怎么样用一个消费者的视野但是用一个投资者的心态，一个老板的角度，先投资后消费。因为我们想消费的那样东西，肯定它的产品不错，肯定它的市场不错。当然，我们要学会怎么去评估一家公司现在这个股价贵不贵，对不对？如果这股价已经非常的贵了，它的产品的优势已经反映在它的股价里面了，那我们买可能会买贵，以后可能赚不到钱。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好的公司，做一个评估，哎，这个股票的价格还是非常的便宜的，那绝对是值得去投资的啊！再给大家举个最近的例子，最近呢，我去中国内地旅游住酒店，我跟我的同事一起去，其实是去举办课程。我到课程的时候，这还是公司付钱公司付钱想的就是去吃好点吧，出去找个餐厅吧。我的同事告诉我不用出去了出去又难找地方，还要等位置，我们已经叫了外卖了。我一看，哇，现在真的是科技改变我们的消费习惯、消费模式，对不对？那是2年前我第一次看到，哇，有黄色衣服的外卖的专员，哎，他们的服务态度真的很好然后我开始研究这个外卖他们速递是怎么样去赔偿他们的时间的，雇佣他们的，我发现这个模式非常好。然后做餐厅他们是怎么样收费的美团这个公司是怎么样赚钱的，它的盈利模式是怎么样，它跟大众点评中间现在变成一个公司了，是吧？又有什么样的协同效应？我看到哇，美团这个公司不光是它的商业模式非常的独特，它的服务非常有吸引力，而且它的整个竞争力会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所以当美团来上市的时候，我没有马上买它，因为还要计算数目的，是不是我计算了之后，评估当时它还在亏钱，而且它当时候呢也不便宜所以我当时
等到了47块楼下，这个时候呢，我不光是自己做了研究了，我也分享了我的研究，在我的学生里面跟他们分享了我计算的方法啊。大家记得一点，自己计算的时候有可能会有盲点，可能太喜欢这个产品了，会过分的乐观，过分的亢奋，所以一定要有这个非常好的懂得怎么样一起去分析的人，作为第三者 （third person opinion） 第三者的意见。让我们买的时候有第三者再看一看值不值得买。那当然，我们有这么多的同学一起去看我做的研究报告，让我更加有信心。在40多块买了很多的美团，今天这个股票已经超过100块了。今天我看的时候是102块了，是不是？我一辈子消费，我叫外卖的时候是不是很开心啊？基本上我叫外卖吃的饭都是在股票市场里面赚到的钱了啊。所以有可能你说，我不在乎那些叫外卖的钱，我不去付钱咯，是不是啊？我很有钱，我不是买 iPhone 咯啊？可是呢，这个喜悦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我买 iPhone 的时候，一看，哎呦，这么贵呀！这个华为才便宜，小米才便宜2000块 ，iPhone 要接近1万块，这么贵啊，是不是不开心啊？可是我在苹果公司的股票里面赚到了我一辈子买 iPhone 的钱，这时候我就非常开心了，是不是啊？我叫外卖的时候想想，哎呦，我在这个外卖的钱也是在股票里面给的，是不是又开心点？吃饭的时候胃口也好了一点，是吧？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想想，哎呀，这次旅游也是免费的，也是我的股票给了我的，是不是非常开心？觉得今天这个视频实用的话，请你立即订阅我的频道，并按旁边的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